Hello，各位双子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是要给双子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在进入我们今天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之前呢，先来分享新鲜事啊，仙女又要过生日啊！我们全球呢一年一度的线上派对活动又要开始喽。那我们详细的参加办法呢，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都有进行详细的说明。只要你来订阅本工作坊的电子报，并且寄一张明信片到我的邮政信箱，那我在生日当天的直播呢，就会抽奖来送给大家啦。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一起踊跃来参加我的这个全球一年一度的生日派对，好不好 ？OK 哈，好的。然后呢，我们的生日派对呢会在我们 YouTube 的这个平台进行这个直播，那时间会定在台湾台北8月30号的晚上8点。那我们这个明信片呢，截止日是在8月28号，好不好？哈，那其他的详细内容我就请大家到这个资讯栏影片下方资讯栏去收看，我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好不好？好，来，首先呢，我们先来进行一下开场讯息，来给双子座朋友们一点生活小贴士的参考啦。首先我个人会感觉呢，双子座的朋友们在这2到3周哈，你的体质会特别感觉到很燥热，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不知道是不是你住的地区呢刚好天气上面有一点变化，或者是呢最近你刚好可能不好意思啊，我可能要提一些某部分的人呢，你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在更年期的时候你会有点燥热，或者是你本身体质就比较燥的朋友们呢，在这2到3周要特别注意哦，你会很大量的流汗，所以要补充水分，或者是呢有些时候呢不要在太阳下这样子曝晒 ，OK 哈，我觉得你的体温在这2到3周不知道为什么会很高 ，OK 那如果有任何你觉得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那就去找专业人士帮你做一个判断，好不好 ？OK 哈，好的 ，OK。第二个对某部分双子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有关于内分泌失调的这个状况哈，我觉得你身体的有一些异样，可能在这2到3周会浮现出来 ，OK。第二个部分呢，我个人会感觉这2到3周的双子座的朋友们，你们特别适合带黄金或者是金黄色的东西哈，镀金也没有关系 ，OK 哈，或者是你可以善用黄色这个颜色，鹅黄色也可以，鲜黄色也可以哈，或者是买太阳花也可以，好吧 ？OK 哈，好，那第3个呢，要给双子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我感觉这2到3周呢，双子座的朋友们，如果你有跟别人要谈保险或签订合约是有关于钱的部分，所以这个合约是比如说公司给你的 offer 啦，或者是比如说保险金啊，每个月要多少，或者是你有投资理财这个部分，你要特别看清楚一下，因为我感觉呢，你可能在跟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细节可能会没有注意到，而到最后即将要签约的时候，你可能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好不好？好，那以上这个就是要提供给双子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啦，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的你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首先呢，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钱币2，这3组能量场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圣杯7 ，OK 哈，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双子座的朋友们，好吗？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哈，好。OK， 好，我个人会感觉双子座的朋友们这2到3周哈，我觉得你的故事是蛮有趣的，有点像是反思检讨之后，然后再创高峰，然后反思检讨之后再创高峰哈，就是你的这个波折有点像是这样子，但是会因为你去调整或改变，或你自己有去反省之后，现在你在这2到3周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反而情势是会变得更好的 ，OK 哈，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呢，你的挑战牌卡是钱币2，钱币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能量场，因为它是互相对应的，等一下我一起来做一个解说哦。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我个人感觉你抽到这个隐士牌、权杖1还有钱币1，我会认为呢，在过去曾经有一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呢，我会觉得你是属于比较沉默、一步一脚印的去付出，因为我觉得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呢，它呢是你必须要投入你的劳力，必须要投入你的实力，必须要投入你很多东西去创造它。因为这个权杖1跟这个钱币1，让我有一种感觉哈，你在这个专注的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你正在寻找一条路，让它能够有一个成果出现。那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呢，你抽到的是权杖骑士，抽到圣杯骑士，抽到权杖4，所以我才会觉得很有趣哈。你在这边抽到权杖跟钱币哈，来到这里是权杖跟圣杯，所以我会觉得你的这个行动不能停下来之外呢，这件事情已经有点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不是说我要投入多少东西有没有回报，而是说我有没有热爱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有没有透过我的努力变得比较稳定。所以呢，来到未来的能量场这个部分呢，我感觉你抽到这个是圣杯6，然后不对，1、2、3、4、5、6，对，
圣杯6，然后还有这个钱币6，还有这个是吊人牌哈。为什么会说你这2到3周能量场有点这样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在这边呢，是因为一开始的投入本来就是我觉得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付出努力嘛，是不是这样说？但来到这里，它已经不是努力跟回报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热情，有没有稳固可以支撑你继续下去之后，未来这个能量场呢，这个圣杯6啊，跟这个钱币6啊，会让你有一个机会回顾到过去，所以这件事情已经这样咯。那如果来这里我要再创巅峰的时候，我该去回想过去哪些地方我做得很好，哪些地方我做得不好啊，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个吊人牌卡的出现啦。那在这个挑战牌卡这边呢，我个人会感觉之所以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钱币2啊，就是因为在这边呢，可能你会觉得说，那这样子要不要继续跟这个人合作下去，或这样子到底会不会稳固，这样子的方法到底会不会奏效？我觉得就是你在这2到3周的主轴，因为这个钱币2加上这个钱币1象征的是钱币3，代表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它正在启动的过程，但是还没有来到一个很稳固，或者是很确切，或者是要签约的这个阶段。那这个钱币6呢，加上这个钱币2呢，你看到我现在是跟你对照过去跟未来哈，就会变成是说你要如何在中间协调好，让这个合作可以成型，让这个投入可以有所回报。OK 哈，所以这个钱币2呢，我个人会认为在这2到3周当中呢，你呢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下，在这2到3周的这些交手的相关状况元素，怎么样可以把情势变得更好？但是情绪会有高低起伏，或情绪会有高低起伏，这个部分倒是我觉得双子座可能不要太多虑哈，因为呢，你的这个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7，这个圣杯7呢，有一点像是说呢，你必须从中去获得一个非常重要能够解决这件事或这个人或这件比如说这个合约好了，最适切的一个方法，所以我才会说呢，你这个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呢，我觉得会持续到下一个双周去。OK 哈，那我们初步呢，先跟你做一个能量场上面的解读之后，我们直接就来看宇宙验证牌卡。那宇宙验证牌卡呢，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跟症结点哈，所以呢，我会解释的比较详细一点点。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看看天使跟宇宙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要给我们这个双子座的朋友们，好吧 ？OK 哈，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双子座的朋友们，如果假设这2到3周你有一些情绪起伏比较大，或者是呢，我觉得某部分双子座的朋友们，你们甚至会变得有点敏感，好，就是比如说，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你在投入、你在投资，或者是这个感情才刚开始，所以它会导致于你很容易受到里面的这个牵绊，好不好？哈，所以呢，我觉得这2到3周这样是正常的哈。我为什么要一直重复讲？就是我要告诉你，你很正常，好吧 ？OK 哈，因为我觉得某部分双子座朋友们，我在读完你这个初步能量场的这个大概之后呢，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心慌慌哈，所以呢，不要太焦虑，冷静下来，这是一个过程。好，我们一起来看宇宙验证牌卡有什么样的细节，好吗 ？OK 哈，好，来，我们一起看看。首先呢，在那个不好意思哈，我手机差点忘了关声音。好，来，首先呢，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呢，你抽到的是宝剑9，然后抽到的是钱币4，然后还有抽到的是钱币10。OK， 这个意象给我有一种感受哈，这个钱币是不是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你手上抓的这个钱币 ？OK 哈，我会觉得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可能会思考，这个钱币加这个钱币象征的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边的挑战牌卡钱币2吗？你会思考说，这些我紧紧抓牢的这些我想要投入的，比如说资本啦、时间啦、青春啦。或者是情感你是想要去创造这个钱币10，但是由于刚开始嘛，这个钱币10不是很明朗，所以在这个冰天雪地的过程当中，你会去思考，这会不会美的只是像一幅画，根本呢就不切实际啊。所以呢，我才会觉得呢，你在这边呢，你在为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找出一条道路。当你付出行动跟付出实质的投资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成就你想要的这个钱币10 ？OK 哈，那这个钱币10对每个人的定义不太一样，但是我个人会感觉呢，某部分的人就像这个宝剑9，我跟你讲哈，你就是有点焦虑 ，OK 哈？哎呀，我前几天跟他出去约会，他好像对我感觉还蛮不错的，我觉得我们之间好像有这个钱币10的发展。可是呢，他现在今天好像又没有理我了，所以你这个情绪跌宕起伏是会有的，所以我才会这样告诉你 ，OK 哈？所以呢，我会觉得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只是一个开始，但是我觉得你把自己可能预设立场或者是设想太多，或者是我觉得你期望太高，这个东西你要自己在过去这个能量场先降下来，因为隐士牌卡呢象征的有一种像是敌不动我不动的这个状态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敌不动跟我不动的状态呢，你有时候可能还在学习怎么样拿捏 ，OK， 这是过去的一个状况 ，OK 哈，就是这个人如果来找你合作，那当然你也要看对方，比如说跟你谈的条件啦、付出的行动啦，或者是对方的表态啦哈，所以我觉得这边是在一个摸索期。那来到现阶段能量场的时候呢，你抽到了权杖6跟圣杯1啦哈，这个你有没有发现这很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有趣的。你原本这边是投入钱币跟权杖嘛哈，这边还是一个权杖，但是你看
看你同时出现这个圣杯二，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啊，来到现阶段的这个能量场啊，它只是刚开始准备要上去了，因为圣杯一加圣杯骑士加起来就是圣杯二嘛，意思就是我们达到共识喽，这是一个权杖六 ，OK， 这个权杖六啊，其实就是你这个权杖骑士 ，OK， 所以你注意看到，这正是开始我们要去铺路，我们要去造桥，我们要去打开一段关系或一个合作的全新开始，所以这只是一个起头。最重要的是，你看到你这边有一个太阳，所以我会觉得在现阶段这2到3周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应该会有一个好消息进来。不过呢，我个人会感觉哈，你在这边有一个权杖4加上这个权杖6，象征的是权杖10，意思就是说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也会在现阶段能量场让你去知道说，如果我要得到这个东西，我相对要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或什么代价，或者是什么样的交换 ，OK 哈，因为有可能你在跟对方谈合作嘛。OK， 那这个权杖一呢，其实是有点像过去能量场，你原本是在看，因为这个乌鸦是坐在这个权杖上，他在看 ，OK， 但是来到这里，你是直接变成一匹马了，向前冲了，所以我会觉得这边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前面呢，我倒是觉得你可以稍安勿躁 ，OK 哈。那这个圣杯骑士跟这个圣杯一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们2个开始差不多在这边会稍微有点头绪，但是要怎么经营下去，怎么样合作，这些细节可能在后面要持续的进行哈。那你的挑战牌卡是钱币2，你的验证牌卡呢，分别是这个钱币侍者，然后呢还有这个是这样非常有趣哈，没关系，新来的朋友我先跟你说明一下哈，我不一定会按照牌意或者是这个牌原本的这些牌阵告诉你哈，我觉得这2张牌是非常有趣的哈，你注意看，这是一个司机啊，把车门打开，现在有一点像说，那你要不要上车呢？所以这个钱币的犹豫不决，就有点像说我到底要上这台车，要不要合作，要不要跟这个人再去约会，我要不要再跟这个人呢去洽谈后面的细节哈，现在就是你在犹豫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钱币的这个侍者呢，哈，这就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再投入？因为你去想哦，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1、2、3钱币3，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一开始这边你这个钱币2加这个钱币1，象征的是钱币3要合作，所以我才会说啊，我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合作能量场要合而为一，或者是真正有交集，或真的有一个突破点，会在现阶段的能量场。所以呢，我觉得要不要上这台车，真的是由你自己双子座的朋友们来决定。但是呢，要不要去投入这个东西？你注意看到钱币加钱币啊，非常有趣的，它就变成是一个钱币3的哈，是时候开始了。这个钱币2加上这个钱币骑士，象征意思是时候要开始这个合作了。但是要不要做啊？我觉得就留给你自己去判定，好不好？好，双子座朋友们 ，OK 哈。那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呢，我会说啊，你会开始去检讨过去这些东西，比如说假设这边我们已经跟这个人签订合约了，那过去有什么东西我们先安顿下来了，但是未来要发展，那些发展我该如何做到呢？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未来这个课题在这里啊。所以呢，你在这边呢抽到的这个是这个权杖4，然后还有这个塔牌哈。这个权杖4呢，其实在你这边已经有出现过了，对不对？我记得刚刚这边有抽到权杖4嘛，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会用这个说辞，就是要告诉你，既然前面我们已经稳妥了，后面有一个权杖4，你如果不想要未来有这样子，比如说波涛汹涌的这个状况哈，那你要如何持续的去稳固它，就是你现在掉在这个吊人牌卡上面思考的问题。OK 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双子座的朋友们，你的这样波涛起伏是有的。最重要的是来到未来的，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7，你所验证的这个牌卡呢，你注意看到是愚人牌卡，然后呢，你注意看。这非常有趣哈，这个愚人牌卡呢，它很像从这个城堡里面逃出来，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刚刚有讲哈，双子座的朋友们，你要懂得变得更灵活哈，甚至呢，你要用一个全新不同的视野去看待这2到3周你交手的这个相关状况人数，这是这个愚人牌给我的一个感觉哈。然后呢，还有要特别提醒这个双子座的朋友们，你不要遇到挑战之后哈，你就很想要逃跑哈，或者是呢，你遇到挑战之后，你就心里的那个高低起伏又出现，就跟这个宝剑9一样哈。我说你这2到3周的情绪跟情绪会起起伏伏，所以不要太担心，这只是在一个重整架构的一个过程。那这张牌卡呢，我个人会有一种感受哈，你看哦，这个皇帝啊，他这边哈抽着这个是什么地球仪哈，我个人会感觉啊，你要去想这个猎枪啊，有一点像是说，如果你想要百发百中，你想要去创造你自己的世界，你希望这件事情啊，有一点像是能够按照你的心里的想法去运转的话，那你势必要能够为自己去建立一个我觉得比较长
期的一个计划。因为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猎枪给我一种感觉是要耐心等待，你的猎物才会被你就是打猎才会狩猎下来嘛。你可能要在那边等啊，等那个兔子不痛，你才可以射杀它嘛，类似像这样。所以我个人会感觉你接下来要去寻找的这些解套的方法啦、相处的模式啦、沟通的这些方式啦，都是要很有耐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它是要能够长期去执行的，并且是长期对你有利的。然后呢，能够稳定自己的这个心情，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OK 哈，好，接下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讯息要提供给我们双子座的朋友们，好吗 ？OK 好，来，首先呢，这一张牌卡是这个宝剑骑士哈，这张牌卡呢给我们双子座的朋友们讯息就是呢，在这2到3周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冲动，不要暴冲，不管是在说话方面、做决定方面，或者是你在跟别人应对方面呢，千万不要拿这个宝剑好像就一副要出去杀敌一样哈。你要记得，你要像这个男人一样哈，拿着这个猎枪，要有耐心的去捕猎你的这个捕杀你的猎物啦哈，应该是这样讲，而不是拿出剑，然后先吓对方说，我跟你讲，我有剑哦，你千万不要让我吃亏哦，你是不是想要从我这边拿什么哈？不要这种兢兢战战的状况哈，要有这种很沉着哈，然后很稳重的状态，并且呢，有一种你可以看得出来，这2个人的那种表态有点不太一样哈。这个人就是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感觉哈，有一种自己内心很强大的一个感受，但是这个呢比较有点像是比较年轻一点点哈，所以我才会建议你这2到3周，天使跟宇宙要给你的这个提醒就是呢，千万不要冲动行事，你一定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来，才能够达到你自己想要的这个效果，好吗 ？OK 好，那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给双子座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啦。我个人会感觉你的双周呢其实蛮简单的，搞定好你自己内在的情绪，外在呢就没有敌人，好吗？祝福你双子座的朋友们，那也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也记得要来参加我的全球生日派对哦。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